追梦者这个故事就是有包括兄弟之间的情感，然后有关于复仇的，什么是复仇，什么是仇恨，然后还有讲的是一个东方江湖情谊的一个故事。之类的。华语的这个内容，就是影视产业内容，对于很多现在国际平台来讲很有吸引力，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到处去找各个地区的原创。就是说像 Netflix， 其实在西班牙纸房子大家也知道，什么韩国的《李氏朝鲜》等等的，然后最近日本的 AV 帝王，所以他们一直在找不同的内容。那这个事情就是要延溯到2年前就开始，因为其实这个案子我们是跟新加坡的一个 IFA 合作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找适合 Netflix 可以作为第一部华语，因为他们强调他们要找的就是第一部华语剧，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就也做了很多跟台湾创作者的接触，然后很多内容的讨论，对，然后到了去年的时候就确定了做《追梦者》这个片子。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它的规格本来就拉得蛮高的，因为毕竟它就是 4K， 然后又是5.1的混音，对，所以它在这个部分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高规格的制作啦，对对，那所以你说如果是这样子，因为它其实是针对每一个环节，就是从 production 到 post production 就都有这些 guideline， 它只是告诉你说，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子，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做。比如说命名的方式，对他们光命名的方式可能就有一篇。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在打档案备份的软体，它是不接受用电脑本身的 Finder 这种 copy paste 的概念，必须经过他们有认证的备份软体去做这些备份的流程。然后譬如说它有一些规格说你必须用这个 program 软体必须用那个 hash 64，或者是用 MD5 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流程。他才承认你这个备份中间这个过程是安全的，因为他们其实会有一个 dailies， 就是我今天拍完，我过收工之后，我过24小时，我必须要上传所有拍摄的小档到他们的一个系统，对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去看说，我们拍了哪一些素材，这是要在收工之后24小时之内做完的事情。那时候的规划是主要现场就是一定要有。2份的原始的，就是拍摄档案的备份嘛。对，那回来之后，我们就会再做1份，就是刚刚讲的8倍的 RAID 的备份，等于我会有3份备份。对，那同时间我们还会再做转销档，对，跟上传 dailies， 所以其实它是同时间做蛮多事情要做备份，然后还有做转档。对，然后最后这份转档会就是要给剪接的嘛，就是它会是一个就是 Proxy 的替代小档。对，那个就会录到我们当初规划里面的2倍的一个比较小的 Akitio 的备份系统里面。这个部分主要是后来知道，就是 CT 这边有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服务，是那个资料救援卡。对，就是它是有几年保固的嘛，而且是送原厂救援的。对，那这个是比较少在其他硬碟产品上，就是现在还没有见到的，大部分就会送到一般的硬碟救援中心。对对，所以当初其实是对于这个服务其实还蛮期望它能够，因为毕竟资料的保全是最重要的。对，那如果能够再多一个，就是有点像是买保险的概念的。这次我用Thunderbolt 3嘛，有 RAID， 也有一般的硬碟，还有本身拍摄 Media 卡，这3份备份。那硬碟这次就没有发生什么情况，非常稳定这样子。绝对是一个很通俗的类型片，但怎么样把通俗做到经典，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期许。抬头挺胸，直接串到我这条，抬头挺胸，理直气壮，怎么样把台湾的一个，我觉得是拿回一个，不管是哪一种类型或哪一种层面的一个，我觉得这个其实呢，说故事是一个文化的话语权，对，我觉得这个东西，很有意思，也是一个很大的舞台，也是我们的机会。那我很珍惜，然后我们所有的团队都非常珍惜，然后一定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，这样子。